这个小伙见人就上去搭讪，接着就被他拉走，在家里的也被他喊出来，说个话就被拉走，就连他亲弟弟更是拽着就走。原因竟然是隔壁村偷他们的水，还打了人，他要凑人数去讨要的说法。纷争开始了。你这死老头子，你不去抢水，你让我儿子去，现在被人打中了头，医生说要是这几天醒不过来就完了。我给朝阳算过命，八字上说了他不是短命的人，以后因妻致富，5个孩子的命，而且我已经给他交过魂了，再不行我晚上再去叫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搞你那套封建迷信，你个没良心的老东西，你走火入魔了。哎呀，我说了你还不信，哪次我没说对？妈，你别骂我爸了，老三他是杨瞎子家老大打伤的，马上就天黑了，晚点我就带人去给他报仇。报个屁的仇！你还嫌这家事儿不够多？这事儿说到底还是你带人去的。爸，那总不能人家抢水，我们就光看着吧。宋朝阳是被一阵嘈杂的吵架声给吵醒，睁开眼，他看到熟悉的天花板变成了发黄的老式麻质蚊帐，整个人都有些发懵。旁边一个11、12岁扎着麻花辫的小姑娘正瞪大眼睛看着他。短暂的对视后，那小姑娘腾一下站了起来，激动地喊道：“醒了，我三哥醒了！”被他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还来不及说什么，那小姑娘一溜烟的跑了出去。宋朝阳有些懵，这是啥情况？自己不是正在家里睡觉吗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还在愣神的时候，3、4个人跑到了他所在的房间里，一脸激动的看着他。看他们的穿着打扮，分明就是7、80年代的风格。就在宋朝阳张嘴想要问问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一阵眩晕感让他脑子一疼，一瞬间无数记忆。他穿越到这身体的名字也叫宋朝阳，和自己同名同姓。1960年出生在叫青松湾的偏僻小山村里，今年1979年19岁，高中文化。就昨天傍晚，因为大队抢水的事情，被隔壁杨家沟大队的人用锄头打中了脑袋，陷入了昏迷。青松湾大队的老中医还有公社的医生都请过来看了，一个个都表示醒过来很困难。就在大家心情都陷入谷底的时候，所以才发生了眼前的一幕。哎呀，我弟儿，哎，你总算醒了，吓死你妈了！哭啥哭啊！我就算过老三不是短命的人，你还不信？人都醒过来了，你赶紧去煮碗醪糟鸡蛋过来，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，肯定饿了。记得别让妈和大嫂看到了。对，我这就去。对了，我得去后山坟地给你太爷和你太奶上3香，这次真是老宋家祖宗保佑了。待会儿天黑了，顺便再给你去路边叫魂。老三感觉怎么样了？还认得我不？二哥，我没事，就是头还有些疼。这次是二哥的不对，本来想着你去冲个树吓对面，没想到真打起来了。杨帅那小子之前就和你不对付，这次看到你在，专门挑着你打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个仇二哥早晚都得给你报了。说起这事儿，宋朝东就来气，隔壁杨家沟的人偷青松湾灌溉田地的水，他们仗着人多不讲理，抢了水还打了人，这事儿绝对没完。宋朝阳这会儿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头上的伤口又还有些隐隐作痛，肚子此刻咕咕叫了几声，又传来一阵饥饿感，让他晃了晃，差点没摔倒。还好宋朝东眼疾手快，给他扶住了。老三，你好好躺着，我马上叫大队的医生过来看看，千万别留下什么后遗症。这下房间里就剩下宋朝阳和那个小姑娘。这是宋家老四，叫宋玉。小姑娘黑瘦黑瘦的，2个大眼睛十分灵动。此刻她正盯着宋朝阳头上的纱布，然后一脸关心的看着虚弱的宋朝阳。三哥，吃糖就不疼了。三哥不疼，你留着吧。三哥流了好多血，吃糖补一点。冰糖一入嘴，顿时化作一股甜味散开。不一会儿，宋朝阳居然感觉自己眩晕感好了不少，看来确实是有些低血糖。三哥回头赚钱了，给你买糖。老三，这是给你做的醪糟蛋，里面放了2勺白糖。你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，肯定饿坏了，赶紧吃，省得待会儿让你奶奶看到。吃不下了，你帮三哥吃了。说什么胡话，老妖顿顿都吃了的。你现在身体不好，饿了一天一夜了，现在给我赶紧吃。真吃不下了，丫头，赶紧吃了。好吃不？好吃。宋玉这小丫头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唇，回味着点了点。现在这年月里，这半碗醪糟蛋绝对是农村里的顶级美味。过了一会儿，二哥带老中医来检查伤势后说，已经没啥问题了，吃一点中药，后面好好休养，应该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。
他们离开后，宋朝阳捋了捋原主的记忆。既然穿越了，要适应这时代和融入的家庭。1979年改革还未全开放，进个县城办事都需要介绍信。想要走出去，要么等时机，要么就是参加高考。今年的高考刚结束，那就只有等明年了。眼下摆在面前的问题，除了给生产队抢水，还有即将到来的相亲。接着，门外听到2个声音：“老二，宋守一人呢？过来通知一下你们。刚才我们找杨瞎子家，要他们打伤朝阳的赔偿了。”老二，宋守一人呢？哎，爸，大哥，守一去后山还没回来呢。哦，我通知一下你，刚才我和爸去找杨家沟，要他们打伤朝阳的赔偿了。啊，你们要到了？他们村看到是我上门，知道我们家朝风和朝飞的名声，当场就怂了。那杨瞎子二话没说，就答应赔了10块钱和5斤腊肉。我们已经带回来了，你们就不用去找他们了。钱我拿去给你老妈收着了，腊肉等朝风和朝飞回来再拿出来吃。听到没呀？吱个声。我还在房间里，他们的对话也都听见了，当即就走出房间。爷爷、大伯，他们杨家赔给我的东西，你们收着不太好吧？换做原主，大概也会不吭声。毕竟现在这个大家庭里，他们家是没什么话语权的。但是换成自己，那肯定是不可能这么受他们的气。人家打的是他宋朝阳，凭啥赔偿自己？啥都没有。再说了，就算是去找人家讨要赔偿，那怎么也该有个他们家的人吧？他们2个人去算什么事儿？朝阳，你伤还没好呢，怎么出来了？妈，我没事，我屋有点乱，帮我收拾下房间，我跟爷爷他们聊。你这么快就醒了？爸，你没见着这脑子还没好利索呢，家里谁当家他心里没数，居然问出这种话。受伤的是我，凭啥赔的东西就到你手里了？凭什么？凭我们是一家人，先是你奶奶在管，吃的当然也是她分配，什么你的我的。还有杨家为啥赔东西，那是看在你2个堂哥面子上，你以为你自己去人家会理你吗？我们过去是给你找回了面子，你还不知道感谢，反倒是惦记着钱和肉，你说凭什么？打我挨了，东西你拿了，到头来我还得感谢你是吧？帮我出头，呵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说白，你不就是想着把便宜全占了，然后还要落个好名声？你脸皮怎么这么厚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大伯听到这话，顿时就急了。这种事情怎么能拿到明面上来说呢？老子看你是欠教训。在一旁的宋孝仁看到大儿子要打宋朝阳，也没制止。动手轻点，他还没好呢。我看他是脑子还没清醒，分不清大小，正好打醒他。敢做不敢认，做了怕人说。你这还敢还手？这侄儿今天简直就像是吃错药了，居然敢反抗自己。以前自己哪次不是一开口他就低着头挨骂的？同样震惊的还有爷爷，他有些错愕的看着我，好像第一次认识他。你说谁呢？说你。大伯气急，拿着手里不比木棍差多少的腊肉就要打来。他感觉自己家庭地位受到了严重挑衅，打算好好收拾一顿我，让这没大没小的侄儿尝尝记性。所以他卯足了力气。另外一边，母亲听到动静走出屋，刚好看到这一幕。不要！要知道我头上本就受了伤，要是再被打上一下，那指不定会怎样。就在以为会被打中时，哎呀啊！这一系列下来，旁边看愣了的母亲，还有先反应过来的爷爷。住手！你个天杀的！他是你大伯，是你长辈，你怎么敢对他动手？你！我为啥不敢？谁规定的？只能他占我便宜，骂我，打我。我还不能反抗。我明明刚醒过来，他就拿着东西对我头上招呼，我要被他打到，我还能有好的？你那不是躲过去了吗？躲过去你了，你就走远点。他是你大伯，还能真伤着你不成？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也可以躲呀？他为啥不躲？是不喜欢吗？爷爷差点被呛死。之前的宋朝阳哪里敢这么对他们？现在这头上被人打了一下，醒过来怎么突然就变得牙尖嘴利了？老三，你怎么跟你爷说话的？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朝阳他脑子被打了，现在还没恢复过来，做事儿欠考虑。大哥，对不起。疼呀！别碰我，少在这里假模假样装好人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肯定是你和宋守一2口子在背后嚼舌根了。没有。什么没有？你不就是多挣了点工分，干了些活吗？心里不安逸，就在家里背着嚼舌根，我都清楚了很。你要不乐意干活，你把你儿子养成才啊！大哥，这事怪我没管好朝阳，回头我让守一教训他。
你大人有大量，别和他一个孩子一般见识。屁的孩子，他今年都18、19了，老子看他再不管是要翻天了。爸，这事儿没完，你得给我做主。肯定没完，还有10块钱没给我呢。宋朝阳，今天你是真要翻天了是吗？真当没人治得了你了？这话没有吓到我，倒是母亲吓够呛。大伯他挨了打，要是被打的是传他的儿子耳朵里。大哥，朝阳他知道错了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。现在他就是刚醒过来，脑子还不好使。你想想以前，他哪天不是对你恭恭敬敬的？母亲她是真有点怕了，他们家哪里敢跟大伯家斗啊？好了，腊肉你拿着，差不多就行了。钱一直都是你奶奶在管的，你拿着能干正事吗？这里响动已经引起周围邻居围观，而爷爷平常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，感觉到再这么吵下去，丢脸的是自己。你别管我拿着钱干啥，那钱本来就是我的，你给我这事儿就完了。宋朝阳，你没完了是吧？这个家的钱归谁？还轮不到你说话。你个无法无天的东西，你想要这个钱，那你们就从这个家里分出去，自己过好了。行啊。众人连围观的人都惊了，都没想到宋朝阳居然会接这么一句，居然为了10块钱就答应要分家。哦，对了，分家的时候记得把我们家赚的那些钱都拿出来，该是我们家的，你们一分也别想占着。这下爷爷有些骑虎难下了，他也是想用分家来吓唬吓唬。这年头，分家在这边绝对是一件大事。要真分了家，那么不光是名声会受损，就连他们家原本还算多的工分也会人大降低。毕竟在生产队干活的主力是宋朝阳他们一家。爸，我就说他现在还没好，脑子不清醒，咱们先别和他一般见识。现在要是真的闹到分家那一步，绝对是自己吃亏。只要不分家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这个臭小子。哼，我看他也是。翠萍，你赶紧带回去，让兽医给他叫叫魂。小女孩在房间探出头来，望了望桌上的腊肉，再望了望吃了瘪的爷爷和大伯的背影。三哥，你可太厉害了！平日里咱们家谁都不敢跟爷爷大伯那么说话，今天你做的真是太解气了。丫头，明天去山里弄点山货，三哥给你做腊肉吃。好呀，好呀，有肉吃了。腊肉？什么腊肉？小丫头立马走上前，把事情缘由全部说了一遍，给老爹和二哥听得一愣一愣。你说什么？老三给他大伯打了？对呀，大伯本来要拿腊肉打三哥的，但是没打到，结果被三哥打了好几下。老三，你魔怔了吧？那可是你大伯。还有，你怎么敢和你爷爷抬杠的？他说气话要分家，你居然也敢答应？你……父亲只感觉眼前一黑，跌倒在地。我竟然敢打长辈，还闹得差点分家，让孝顺的父亲一时接受不了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那是你爷爷和大伯呀，是你长辈，你怎么敢的呀？你得跟我赶紧去给你爷爷和大伯道歉，再把腊肉和钱还回去。受伤的人是我，道什么歉？他们拿了好处，1分钱不分给我，说了他们一句就动手，本来就是他们理亏。腊肉和钱我不会还回去的。还有，不光这个钱，以后家里赚到的任何钱我都不会拿出来。你……父亲气得直瞪眼，秉着都是一家人，吃点亏怎么了的想法，就要再训自己儿子。但看到我头上的纱布，行，你一个人也赚不了什么，不给就不给吧。爸，我也不给，我们自己家挣的钱自己有用，平常都是奶奶管着钱，我们上交的钱就没见过拿出来，这是进不出的事儿，我可不干。不是，你小子凑什么热闹？怎么哪里都有你呀？爸，我也是，以后我捡了山货拿去卖的钱也不会交给奶奶。你个小丫头皮痒，你也跟着学是吧？算了，总之呢，先听我的，别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。当天晚上，老爹去认了错，而我吃过晚饭后，就躺在床上沉沉的睡了过去。一晚上做了一串很奇怪的梦，梦到山里一个隐蔽的沟里长满了天麻，还有一个不知道谁放置的几个捕兽夹，夹到了一只兔子和生产队的一个女知青。另外，大伯被杨家沟的人打了一顿，还有生产队的潘驼背偷了隔壁王寡妇的肚兜，村上唐会计的媳妇儿生孩子难产，一晚上连做了6、7个梦。到了第二天醒来，梦里的那一幕幕都还很清晰。没多去想，早饭吃了清汤寡水的红薯玉米糊糊，还有一点小咸菜，就带着小妹背着背篓上山弄山货。好了，三哥，晚上就没路了。我听妈说了，上面可能有野猪或者黑熊什么的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那行吧，咱们就在这周围找找看，有没有什么山货可以采。这些地方看着没人来，倒是有一些山珍。这是木耳，
这是川芎，这是八月瓜。这蝉丢火里烧一烧也是一道美味，收下。临近中午，山货也有不少了，就喊妹妹准备下山。丫头，我们回去吧。嗯。咦？只见一侧的山坳有些眼熟，然后就想起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。也就在这地方有条沟，那地方长满了天麻。三哥咋了？你就在这里等下三哥，我去那山坳里瞧瞧。我也一起去哇。哇，好多好多天麻，三哥，你看，好肥的天麻，这一片沟里全都是。听着小丫头兴奋的声音，虽然表情没有变化，但是心跳却明显加快了。不是因为这一片的天麻，而是因为她昨天晚上做的梦居然是真的。这是巧合，还是自己穿越者的福利？咱们先赶紧挖，能挖多少挖多少。对了，三哥，你刚才是怎么知道这里有这么多天麻的？就是闻到了一股味道，我也不确定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你鼻子这么灵，我怎么什么也没有闻到？说不上灵，要是真的灵的话，我上来的时候就直接带你过来了。也对，发现这么多天麻，晒干了拿去街上药铺卖了，得多大一笔收入啊！这些天麻咱们可不能告诉别人，到时候你上学的学费还得从这里面出呢。我晓得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，就算卖了钱，也不交给奶奶。行啊，咱们先挖一些带下去，剩下的下午再来挖，一次也别挖多了，省得有人看到。上山2个多小时，下山半个多小时，就已经到了山脚下了。而这时刚好看到2个女知青往山上走，其中一个还是昨晚梦到被捕兽夹住了腿。这时候她走路正常，根本没有任何异样。孔知青、曹知青上山的时候小心脚下，山里有捕兽夹。2女听到倒也不以为意，只是应了一声，就继续往山上走去。可能自己想多了吧，没准昨晚的梦真是个巧合呢。哎呦，杨树林那个狗东西，我就说了一句找公社干部下来，他上来就打我，给我牙都打掉了。他们杨家沟就是一帮土匪，哎呦，现在我成缺牙了。那边啥情况？早上他们去杨家沟那边要水，结果水没有要到，他就多了一句嘴，然后被杨树林把牙齿打掉了。不对啊，昨天他过去要钱的时候，人家听了他俩儿子的威名，直接就掏荷包了。怎么今天过去反倒是被打了一顿？瞎子和杨树林能一样吗？杨树林人家是杨家沟大队的民兵排长，代表的是整个大队的利益。他去针对一个人还行，要是碰上一个大队，杨家沟那就是一群土匪，一个不好就动手打群架的。原来如此，公社里的干部会下来调解，要是调解不好，说不定2个村还会再打起来。到时候你们俩给我躲远点，知道吗？咦，这山货怎么收获这么多？我眼比较尖，找到了一些别人没看到的。小丫头倒是嘴严得很，今天中午在山上碰到的事儿一点都没说，撒的谎倒是没让老娘起疑心，反倒还嘱咐了晾晒要藏好一些，免得隔壁某些人动心思。而我这回在想自己的那些梦，现在已经应验了2个，如果再应验第3个梦，那么它就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巧合了。下午的时间多，和小丫头再去一趟，顺便也可以看看能不能碰到被捕兽夹住的兔子和2个女知青，验证一下自己的第3个梦。续接上集，和小丫头一起上山捡了不少山货，到家刚把山货晾晒好，这时候3婶过来招呼众人去吃午饭。今天大伯家的4女儿宋丽也在，此刻她已经端着碗开始吃了起来，一点都不顾及其他人。老太太瞪了宋丽一眼，倒是也没说什么，其他人都等着贾老太分发加了些许大米的玉米糊后说开饭才敢吃。看着碗里的最稀的玉米糊，再看向这奶奶，哼，看什么看？没大没小的东西，什么伤了头，脑子不好，我看就是欠收拾。我看也是，平日里不说话，挨了一顿打就转性子了，装疯迷窍给谁看？要我说，就是太惯着了，就该饿几顿就好。哎，你做啥？大伯母没说完，我直接端起他那一碗稠的玉米糊，直接吃了起来，而把自己那碗稀的推到了他面前。屁活不干，话这么多，还吃这么稠干啥？小兔崽子，你无法无天了是吧？你给我把碗放下。昨天你打你大伯的事儿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现在说谁不干活，话还多。当然是你啊，你们家不都是吗？你心里连这点数都没有？我说的一脸坦荡，宋家所有人都愣住，大伯母更是张大嘴，惊讶中说不出话来。来，我给你算算，你们家1个月30天，起码有20天都没有去。
说了一大堆他们怎么偷懒不干活之类等等。宋朝阳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说一道四，现在当家的还不是你，是你爷还有你奶，这么多年他们都没说我们什么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？就是这家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说话了？我爸妈怎么说也是你长辈，你听听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吃多吃少那是奶奶定的，你要真有本事，你怎么不学你堂哥们？要么去吃公家饭，要么就去读大学。说你2句你还不乐意了？咋的？你翅膀硬了要闹是吧？不就是读大学吗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明年就读给你看。切，就凭你？呵，你还是撒泡尿，照自己吧。以为读了高中就能考上？那咱们县里这读了高中的人就多了。就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上大学，况且我们家朝飞考的可是全县第1名，就凭你也想和我们家朝飞比？你要考得上，我手板新煎蛋给你吃。行，你们记着你们说的，手心煎蛋我吃定了。二叔，你家儿子发癫你不管的吗？我看他脑子不正常了。哼，老二，我看你平时就是对他太放纵了，现在才变得这么无法无天，还考大学，这家里可没准备他读大学的钱。我们家交了那么多钱在你手里，怎么就没了？你把钱拿出来。老二，你看看这个小畜生，我和你老子还没死呢，这个家还不是他说了算？妈，我看就是老二平时在后边教的，要不然这小子哪里会这么说？他看我们家朝风和朝飞能干，心里妒忌的很呢。大哥，可没有这事儿，你冤枉我呀！妈，没有的事，我侄儿出息，我肯定也高兴呀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谁知道你背着人的时候说什么话？你们2口子不就是多干了一点活吗？要是你们也有我们家那2个厉害，这家里还用得着你们干活？咱爸妈最是公道，谁家贡献大，他们心里有数呢。别以为挣了点工分就是家里最能干的了，以后还不是要靠着朝风朝飞，光耀宋家门楣。哼，眼光就放在这点小事儿上，鼠目寸光的玩意儿，看看你都教出来的傻儿子。老三，赶紧给你大伯母和奶道歉。对了，还有你大伯和爷爷，说昨天的事儿你做的不对。道歉？既然你们瞧不起我们的家挣到的工分，那以后你们别吃就行了。宋家光耀的门楣我也不沾光了，免得我们家占了你们的便宜。大伯家2个堂哥太耀眼了，我高攀不起。反正你们也瞧不起我们家，不如早点分了的好。混账东西，又想分家！这老宋家不是你说分就能分的，只要我在一天，这老宋家就不准分。这时大伯等人都急了，就是你一个小辈凭什么说分家？宋朝阳，你个忤逆不孝的，这个家分不分还不是你说了算？你爸是我身上掉下的肉，我说啥他就得听着，这个家你说了不算数。此刻就连老娘都在一旁拉我，让他别说了。倒是2个和小丫头一脸兴奋，巴不得站起来支持他。不能分，朝风和朝飞一个在供销社，一个在大学，这消息传到他们那边，不是让人看笑话吗？你别想分家。说白了，你们不还是想着自己占便宜吗？你们家那2个好儿子说的有多了不得？他们往家里送过1分钱吗？就是他们读书吃饭，也是我们家干活挣工分供出来的。现在一个个当婊子，还想立牌坊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。太炸裂了！这番诛心的话，在场所有人表情各异。2哥和小丫头一脸兴奋，父亲和母亲互相对望一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3婶还有2个堂妹，则是躲在一旁不敢说话，一脸震惊地看着宋朝阳，心想着这位可真敢说啊。至于爷爷和奶奶以及大伯一家，则是既怒又无奈。真的要撕破脸面，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。老二，你听听你家儿子说的什么？你平日里就是这么教育他的？没有。父亲说的都不会话了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居然这么彪悍，不光昨天打了大伯宋手巾，今天还敢直接和自己奶奶大伯母硬碰硬。妈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怎么可能教他这些？那就是你媳妇了。老二家的，你要是对我们不满，你就直接说出来，何必在背后舌根，叫你家儿子说这些坏话？妈，大嫂，我和守一肯定没教朝阳这么说话。朝阳他这是说气话呢，我和守一肯定教训他。对，我们回去肯定好好教训他。老三，你小子别再说了，赶紧给你奶奶大伯母认错。我又没错，我为什么认？难道我说的有问题吗？你们说我哪句没说对？你这臭小子怎么跟吃了枪子似的？哎，要是再不打真管不住了。混小子，过段时间就相亲了，你不想找老婆了吗？让人家知道你在家里这样，谁还敢嫁进来？现在咱们家这个情况，就算嫁进来也是受罪的，除了自己家要养，还得养别人。
不光要养别人，还得受人家管，挨人家骂。反正我要是人家姑娘，肯定不会嫁进来的。老二，你听听，他还在阴阳怪气我管家的不公平呢。你能不能管你儿子了？你个混账！我看你真是好久没挨过打了。老二，我来帮你。这臭小子，我看真是该教训了。说一句他能顶3句，咱们揍一顿就好了。别打我三哥！大伯，您消消气，老三还没好呢，下手可能会没轻没重的。要是给你打出什么问题来，那可怎么办啊？二哥拦住了大伯，而母亲上前把自己男人给拦住。今天说什么都不能让自己男人动手。徐翠萍，我就知道是你在袒护这混账东西，背着舌根的肯定也是你。今天我就要连你一块收拾了。话接上集，看着大伯拿起墙边的扁担，对着自己跃跃欲试。小丫头最先不干了，当即拦在了面前。别打我三哥！二哥二话不说，冲过去一把握住大伯手里的扁担。而母亲拦住了，要教训我的父亲。徐翠萍，我就知道是你在袒护这混小子，背着舌根的肯定也是你。今天我就要连你一块收拾了。说完，他直接抓起手边的那碗玉米糊，就要朝着儿媳就丢了过去。这时候，三婶跑过来拦着，不要。好呀，你也是一伙的，我早就知道你们两个关系好，背后舌根肯定也有你。没有的。三婶惊了，赶忙往后退去。她只是不想二嫂被泼一身滚烫的玉米糊，却没想到贾老太居然会这么说她。此刻贾老太气急，一把薅住三儿媳李淑慧的头发，对着她脸上就挠了过去。家里也有你说话的份，我今天要撕烂你的嘴！李淑慧，妈要教训你，今天你别想跑，老子不敢打那小子，还不敢打你个李淑慧了。别打我妈！别打了，再打就分家。既然你们觉得我不受管教，没大没小，我妈又在背后说你们的坏话，那干脆就分家好了。装的那么气急败坏，不过就是想要借机打人罢了。什么教训不教训的？你们除了搬出自己长辈的身份，能够站得住的吗？老头子，你看看这小子就知道拿分家威胁我们，那在这个家里，我看是没人能治得了他了。好了，都别打了。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看看你们一个个都打成什么样子了。宋朝阳，你小子也别动不动拿分家来威胁，要分家那也等老头子我死了才行，要不然你别想把宋家分了。呵呵，你想要用长辈的身份来压我，那就做得像个长辈，让人心服口服才行。一碗水端不平，这个家早晚都得分。这2天被这孙子已经弄得2次下不来台了。再怎么说，丢人的还是我这个做长辈的。既然这小子想要分家，那有了。行了，这么多年都没人说不公平，就你一个人说，我们是一大家子人，还能真害谁？要是你觉得不行，那明个你就自己吃自己的，让你妈把你那份粮食单独拿出来。行啊，那我可求之不得。有些诧异，我居然连犹豫都没有，好像就在这里等着似的。仔细想了想，又没觉出有什么不妥。不过我可先说好了，你要是月底了没吃的，可别想从我们这边匀。还有你大伯母奶奶他们挖到的山货，你也一口别想吃。没问题，反正他们那些东西我也没吃到过。我也要跟我三哥一起吃。死丫头，你凑什么热闹？我就要跟我三哥一起吃。行，你们俩别后悔就好。朝东，你是不是也想一起啊？我就算了，三兄妹都去一边吃了，那还不如直接分家。我不分出去，有我在，弟弟妹妹要是真吃不好，我偷也得偷出来吃的。就给粮食就行了，蔬菜、猪油、盐巴都让他自己想办法。刚才可是他自己答应的，这些没说的咱们一样可都不能给出去。行，只要到时候你们别问我要东西就成。呵呵，好笑得很。你自己能坚持1个月再说吧，别几天都坚持不下来，到时候求着我们重新收留你。对了，还有你家这小丫头，我看你顾不顾得过来？呵，真以为自己过能好过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只把2人分出去，他们一点都不害怕，并且他们只是给粮食，其他东西一点都不给。比起分家，要给所有东西全部都分出去，可要好得多。总的来说，宋孝仁他们觉得是自己占了便宜，殊不知以后有他们后悔今天的决定。回到自己家，和小丫头再次背起背篓往山上走去。小丫头脚步轻盈，脸上挂着笑容。几百斤的天麻换成钱，不止自己学费有了，就连三哥相亲结婚都不是问题。加上晚上还能吃腊肉，还不用和大伯一家爷爷奶奶分，他差点乐出声。这是好事成双啊！这感觉让他脚步都加快了几分。
巴不得早点去到山上。三哥，你快点呐！来了。而我是众流星周围，想看看那两个女知青到底在什么地方。结果来到了之前那个长满天麻的沟里，还没看到人。难道是在更上面？连口气都不割息，小丫头立即就投入了工作，也只好和她一起赶紧忙活了起来。我们的背篓已经装满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下山就比原来慢多了，这次可是结结实实的满满一筐。走了半个小时的样子，就找了个大青石，靠着准备割割脚。就在这时候，听到了林间隐隐约约传来了一阵抽泣声。三哥，你听到没？好像有女鬼在哭。谁在哭？风起云下，一吹过，小丫头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。救命！是人。不用害怕，听声音应该是咱们中午下山时遇到的女知青。循着声音朝着前面密林走了进去，续接上集，再次到达长满天麻的沟里，挖了两满满背篓的天麻。在下山歇脚时，林间隐约传来了一阵抽泣声，小丫头被吓得腿都有点软。是谁在哭？救命！是人。听声音应该是咱们中午遇到的女知青。循着声音朝着前面密林走了进去，拨开灌木，果然见到大青石下一个人半卧在地上，在他的不远处还有一只捕兽夹夹着一只兔子，和昨天晚上的梦境一模一样，顿时感觉心跳加快。这可是第3次了。孔知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曹知青呢？我们往山上来的时候，看到这里有一只兔子，就想过来捡，结果没想到这里还有捕兽夹。曹薇看到我被夹住后又弄不开，就下山去找人了。都怪我们没有听你的劝告，应该小心山上的捕兽夹的。受伤过程和自己想的差不多，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提醒而避过去。行啊，你别动，我来救你。别乱动，这夹子是夹野猪用的，还不知道你骨头有没有事情。我背你下去，得赶紧去找医生看看。三哥，咱们的东西怎么办？要不我在这里守着？先丢在这里吧，应该也没人过来。待会儿把人送下山去，再上来一趟就行了。反正这边离山下也没多远了。你们还能在山上捡到山货？跑得远了一点，要不然也不可能在这里遇到你。孔云顿时有些心有余悸，还好遇到了他们。曹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来，而且这地方他们也没来过，甚至他都有些担心曹薇下山的时候会不会迷路。看着背着自己一路近乎小跑着下山，这才想起他好像是因为和隔壁杨家沟抢水打破了头。这么说，人家也还是个伤员啊。想到这里的孔云心里有些感动。对了，孔知青，回头我还想找你们借几本书看看，你看行不？孔云想到了男女借书还书、互相暖妹的桥段，就有些脸红起来。你借我们的书干嘛？没事看看呗。你看书干什么？总不是想高考吧？对啊，我还真是想高考，到明年跟你们一块儿考试。行，到时候我借给你，如果不会的，你还可以问我，我教你，还能顺便温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大概就用了20几分钟，就到了山下。这时候刚好遇到曹薇带着人队上的几个干部往山上而来，见到是我背着孔云下山来，他们也是一愣。小云，不好意思，我下山的时候迷路了，找到人我马上就带着他们来找你，没想到你已经被人救下来了。这时候和曹薇一起的青松湾的大队长认出了我。呀，是朝阳啊，你昨天刚醒，这头还没好利索呢，怎么今天就在往山上跑啊？在家里躺着也没事做，干脆上山动点山货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孔知青这个脚你们赶紧找医生看看，他是被野猪夹子给夹住的，得看看有没有伤到骨头。行，我马上安排生产队的拖拉机给人送去县上医院瞧瞧。咦，是唐会计吗？我记得嫂子也快生了吧？你倒是有心了，应该就是这几天。那干脆让嫂子一起进城吧，现在村里到处都缺水，生孩子不如县城里方便。哎呀，不用，咱们农村人没那么娇贵。昨天晚上梦里梦到唐会计媳妇难产，难道是不能改变吗？唐会计，我看你还是听他的吧。我记得你家媳妇本来身体就不太好，正好我也要进城，不如一起去医院检查检查。村里人对我也不错，医药费我来出。那行，我马上就叫我家媳妇来，到时候跟你们一起去县城。想不到孔云居然还能说动唐会计，而且看起来他还挺大方。不过想了想也对，相传孔云老爹可是县里的官，说不定去医院根本就不用自己。要不你也一起去吧，你头上的伤也让县里的医生给你看看，顺便去我家吃个饭，我想感谢你。不用了，我头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听说你爸是县里领导，要是你要感谢我，就帮个忙解决一下咱们村里用水的问题。你头是杨家沟打伤的？
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虽然不知道他老爹到底是什么干部，不过听他这口气，应该是能够解决这件事。就连一旁的大队长脸上都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他没想到我借着这个机会，居然还在帮村里争取利益。行，路上小心。飘扬干得漂亮啊！这个时候还为了村里的事情操心，你小子不错。只要用水的事儿能解决了，我再给你算半个月工分。到时候你找媳妇，我让老支书给你说媒，他老人家出马，你看上哪家姑娘都好说。再给我半个月的工分就好，搞对象这事到时候不用您费心。咋的？你们家已经给你安排上了？还是说你看上人家孔知青了？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我站在地球边，眼睁睁看自己的小金库里啥都没有了，还以为自己在做噩梦，狠狠捏了自己胳膊一下，这才发现不是噩梦，是钱真没了。贾老太当场如遭雷击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晕过去，强行定了定神，接着就开始在房间里疯狂的翻找起来，想着是不是自己当时拿出来忘记放回去了。没了，真没了！是谁？到底是谁偷了我的小金库呀？昨天晚上做的那一连串的预知梦，给自己带来了几百斤的天马，不知道今天晚上还会不会做。大伯家的宋丽和知青点一个男知青睡在一床，说自己也要当城里人。大伯母看到贾老太藏钱的位置，去偷拿了几十块。贾老太太发现掉钱后暴跳如雷，怀疑是同一个屋下三偷的，接连还做了好几个梦。第二天醒来，这些梦里都没有想要的内容，看来梦境不是想要梦到什么就梦到什么，好像是随机给我提供消息。不对，这些消息也不是没用。说到贾老太，她三个儿媳里就和这个老大家的最对胃口，加上两个大孙子又是宋家的骄傲，她对老大家相当的偏爱。贾老太没想到今天偷偷把藏着的钱拿出来数数，等去吃饭的时候，大伯母她就偷摸溜了进去，殊不知还有一道身影趁这一家子都没人在家，也偷溜了进去。老三，咋了？刚才你奶说家里钱被偷了，你爷让大家都去他们那边堂屋开会。老太太不会是自己把钱花光了，然后跳出来说钱被偷了吧？她可没少去公社赶集。那是你奶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妈，你说自己的钱被偷了，到底是多少钱被偷了？好几百块。听到这个数额后，不少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大伯母更是脸色大变。刚才她就有些紧张，因为钱是自己拿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老太太发现了。当她听到数额是几百块的时候，她更是差点跳起来。老太太明显就在胡说啊！这死老太婆子是要搞什么？想讹人？是你们谁拿的？自己老老实实站出来承认了吧，把钱还回来，这事儿我就当作没发生。奶，你觉得谁会这么傻？偷了钱还要主动承认？你还乐？难道是你把钱给拿了？哟，您可别乱说呀，到时候被外人听去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真给我传成偷钱的贼了，那我名声坏了，以后怎么嫁人？死丫头，你奶这会儿说正事呢，你没线索捣什么乱？妈，你是知道我们家丽丽的，她不可能偷你的东西，这个家就我们几个孩子教育最好，您从小看到大，还不知道他们的品性吗？大嫂，你什么意思？说我们家孩子不行是吗？你们家孩子是什么样，你还不知道？打长辈和长辈顶嘴，这宋家就没你们家这么厉害的孩子。我看这事儿，有些人绝对干得出来。这什么证据都还没有，你就急着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看你是贼喊捉贼吧。这话一出，大伯母冷汗都下来了。他心理素质可没那么强，这会儿就想着把脏水往外泼，却没想到我反过来就给他扣了一口大锅。你们挨着的，平时你们俩走动最多，我们其他人这么多年进他们房间的次数，一双手都数得过来。加上我们都在外边和山上干活，这家里谁有机会，谁嫌疑最大，还用说吗？你别血口喷人啊！妈，你肯定心里有怀疑的对象了吧？你直接说出来，可不能让这小子在这里瞎胡闹。每个人我都怀疑。妈，你连我们家都怀疑？是，那小子虽然混账，但是他话也没错。和大伯一家的紧张不一样，我却有些不满。每个人都怀疑，那不就是没有任何线索吗？看样子得给加把火。奶奶，那钱可不只是你的，大多数都是我们家挣的钱，交到了你手里。现在你一句钱丢了，怀疑所有人，那是不是准备待会儿找不到，这钱就这么全没了？混账东西，你说啥嘛？现在说的是这事儿吗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手里的钱是谁家上缴的最多？这下贾老太语塞了，张了张嘴，回答也不对，不回答也不对。我表现出来的样子好像比他还愤怒，那真是像自己的钱被偷了一样。
怎么说不出来话了？每年钱交你手里最多的是我们家，现在说钱被人偷了，还没有任何证据，搁置完死无对证。贾老太瞪圆眼睛看着宋朝阳，他一时之间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明明应该他自己生气的，但是这小子表现出来比自己还生气的样子，怎么搞得自己这么心虚？说不出来话，这是被我说中了。哦。那我明白了，是不是知道我要开始相亲了？你们害怕我最近要结婚，不想拿这个钱出来，然后就搞了这么一出。只要这个钱被偷了，那么到时候拿不出来钱也就合理了。宋朝阳，你小子别乱说，钱是被偷了，我亲眼看到过的，难道我们还能骗你？你别在这里胡搅蛮缠，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个钱搞清楚在啥地方。搞清楚在啥地方？现在你们一点证据都没有，怎么搞？呵，我们手里有一点钱，你们都要收上去，让你们拿出来的时候比啥都困难，反倒是你们自己用的时候大方得很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家挖山货、帮人干活的钱全交到你们手里，加起来起码好几千了。现在倒是好了，直接一句被人偷了，这么多年的账就全给消了是吧？混账，你别乱说了。老二，你家的人你管不了是吧？父亲也在想着自己上缴的钱，听到老娘喊自己，他才回过神来，连忙去拉自己的儿子。这小子也太敢说了，每次都语不惊人死不休。今晚明明是老娘在找投钱的人，现在变成他催债。别扯没用的，我们家交的钱呢？你要是就想这么糊弄过去，那这事儿我就要找大队评评理。贾老太听到要找大队的人来，居然有些害怕。反正全是被人偷了，别说闹到大队，就是闹到公社，那也是掉了。要丢人，丢的也是宋家的人。你别以为闹大了自己就能有好处。对啊，你以为闹起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我看也是，这掉了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你奶怎么说也是长辈，你这么说话不合适。说掉了就掉了，我要是搜出来了怎么说？搜就搜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那行，咱们开始吧。不是，你还真要搜啊？接上集，贾老太掌控着整个老娘家的经济大权，没想到今天说全被偷了，怀疑监守自盗。要搜身的时候，大伯却跳出来不同意。咋了，大伯？你害怕了？要搜也轮不到你来搜，你一个小辈有什么资格来搜我们这些长辈的家？反正我是不答应。那现在事情就清楚了，钱肯定是你拿的。哎，宋朝阳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妈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要搜也得是你和我爸来搜，怎么可能让这小子来搜？他这几天和我们不对付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在背后搞鬼？还真觉得是我们偷了？我们家缺钱吗？要偷也是三婶家偷的，他们家最穷。别东扯西扯，没偷东西，心虚什么？让他搜又怎么样？大家跟在一起，所有人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他，他还能搞出什么花样不成？现在他是怀疑我们的钱没掉，不是说你们偷了，你们在心虚个什么？妈，你那些钱又没记好，搜出来的钱总不可能就是你的吧？话说出，大伯就有些后悔了，摆明了就是藏了私房钱。听到这里，贾老太也一下反应过来，我自己那些钱具体是什么面额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还有这家里的钱都是交给我保管的，谁还能真藏了几百块私房钱？妈，我私房钱是真没藏，这不是丽丽眼看着要嫁人了吗？我就和珍珠攒了点嫁妆，就想着到时候我们两口子也得表示表示，不能只让您拿这个钱出来。妈，是手金的主意，不过只有100来块，没有几百块，那也都是我们两口子辛辛苦苦攒出来的。哼，藏私房钱就藏私房钱，说的那么好听，当时咱们家是怎么定的规矩？家里钱都归你妈管，这么多年下来都是这样的。现在好了，你们自己打小算盘。那钱放在你们那儿，这次不也会被偷吗？再说了，那是我爸妈给我攒的嫁妆，你们拿着不一样也要拿出来，那早晚都要拿出来，放在什么地方不是一样的？如果你们不是想留一部分，那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这话一出，算是直接给贾老太惹毛了。他自己认为自己还是挺疼这个孙女的，结果这丫头居然敢说这话。大家都少说一句吧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找到钱怎么丢的吗？这么吵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咱们还是做正事吧。对，老二说的对，你不是说要搜吗？那我就让你搜，不光搜我们房间，其他人的房间也要搜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，麻烦你们自己前面带路。这就是我藏钱的盒子，早上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现在里面啥都没有，里面好几百块全都不见了。对，还有我这里一坛子的腊肉也全不见了，这里还掉了一小碗的猪油。你搜吧，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贼喊捉贼。开始认真在房间各处翻找起来，不过翻爷爷奶奶房间也只是在众人面前做做样子，但也搜得很仔细，没少找到一些好东西。
大伯看着自己老爹老娘藏了这么多私货，倒是松了一口气。那自己藏一些也无可厚非，把自己藏的那100多块私房钱也拿出来，然后招呼宋朝阳赶紧搜他们家。如法炮制的开始仔细搜索。过一会儿，搜到床底的时候，一团融化的猪油出现在众人眼前。我都还没开口，本来还有些昏昏欲睡的贾老太一个机灵，整个人都差点跳了起来。这里怎么有猪油？老大，这里什么？你解释解释。好像是有，应该是猪油。这里怎么会有猪油呢？看我做什么？我今天没在家里，你们走了之后，我就去知青点了。一直在那边玩，那边的知青可以给我作证。你不是脚疼吗？对呀，你不是说自己脚疼，让你去赶集，你说起不来床，怎么我们一走你就起来了？你们走了，我脚就突然不疼了呗。要是不信，知青点的人可以给我作证啊。不对呀，孔知青和曹知青2个姑娘都去县城了，剩下的都是些男知青，你去那边和谁玩？不是，宋朝东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去那边请教他们学习不行吗？学习？行，我又没说不行，你激动个什么？现在是怀疑我偷了钱是吧？就算这里有猪油，那又怎么样？不能是耗子弄的吗？又或者就不能是我们家的猪油吗？更或者说不定偷钱的人故意弄到这里，猪油都长得一样啊，上面又没写名字，一点猪油能证明什么？确实证明不了什么，我觉得没必要搜下去了。反正就算是找到钱，那钱都长得一样，也不能说明什么呀。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，钱是奶奶手里丢的，关我啥事儿？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门都没有。宋丽，你要是拿了，你就赶紧拿出来，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。我没拿，你让我拿什么出来？全程没怎么开口的大伯母这会儿也有些懵，难道是自己去偷了后，女儿又去全部洗劫了？还有这丫头去知青点和一个男知青打得火热，她就觉得有问题。本来想把这事瞒着的，结果现在她自己一开口就给事儿说了。妈，我们家丽丽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，肯定不会做。哼，那是你做的。不是，我今天可跟您在一起啊，我又不会分身术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？我倒是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我在房间里拿钱的时候，你好像就在堂屋里，是不是你趁着没人的时候进了我屋里？这一说可给大伯母吓够呛。妈，你咋乱说啊？刚才说丽丽，这会儿又说我，你找不到钱也不能这样搞啊！说罢，赶忙把祸水往其他人身上引。老二和老三家还没搜呢，万一他们家床底也有这种猪油。闭嘴！我看就是你们母女做的。我们房间里除了你们进去，其他人会进吗？赶紧把钱拿出来！这钱本来就不是你赚的，大家都有份，你就一保管的，还真当这钱是你的吗？我又不欠你的，你凶什么凶？你吼什么吼？没拿就是没拿，你声音大，你有理。贾老太这下真是炸了，偷了钱还不承认，还敢给自己犟嘴，自己平日里真是白疼他了。白眼狼，这小白眼狼，混账！你个小贱货，你也要翻篇了，敢这么跟我说话了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从孟玉芝大伯母会去偷贾老太小金库开始，趁所有人不在家溜进去的那道黑影就是宋朝阳。那滩猪油也是故意放大伯家给贾老太看的。街上及大伯母护女心切站出来承认偷了钱，结果就是掉进一个坑又一个坑里。现在我就有一句话，这个钱只是暂放奶奶那里的，可你们把钱都给了堂哥，你们总给个说法才行。你想要什么样的说法？要么这钱你就算是欠我们家的，以后每个月分着还；要么我就去县里找我这堂哥，问他把钱还回来。不行，你不能去城里找朝风，朝风现在刚进单位没多久，可不能因为这事影响了他的名声和前途。大伯母怕了，鬼知道我跑城里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，到时候让自己大儿子下不来台不说，自己的谎言也要被揭穿了。一旁的贾老太听到和自己大孙子的前途有关系，她也赶忙说道：不错，你不能去城里找你堂哥，我不准你乱来。那行，不去找堂哥把钱要回来，那就选每个月分着还吧。我算算，这么多年交了好几千块钱到奶奶手里，而从她手里要到的钱还不到100块，那就算3000块钱好了，分6年，每年500，一个月就41块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家2口子一个月哪里能赚40多？而且我们只拿了几百块，可不是3000块。怎么你把你奶她用掉的钱全部算在我们头上？宋朝阳，你少在这里发疯！今天这事不过就是几百块钱的事，到你这里怎么变成几千块了？你是想敲诈我们？我告诉你没门儿！对啊，奶奶也说过了，这几百块也算是他给我哥的，要找你也找他，你找不到我们头上，那就是说不到一起了。那我还是去县城找我朝风哥吧，反正也好久没见到他了，我突然还怪想他的。宋朝阳，不许去找朝风，还想把事闹大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对，就是没完。这钱是我们家赚的，说是帮我们存着，
结果今天就一分不剩了，那等于说我们家10几年交上来的钱都没了，我们家好不了，别人也别想好。妈，可不能让他去啊！大伯母这会儿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了，她真是怕了。本来以为事情已经被解决，只要老太太不追究，啥事儿都好说。结果没想到后面还有个更难缠的，她感觉自己真是给自己挖了个天坑，连带着一家人都要被坑进去。老二，你要是让这小子去，我就吊死在你们家门口。妈，你这……老爹人傻了，这老娘怎么搞这出啊？不过当他知道自己10几年努力交上去的钱都给老太太全霍霍光了，他却没像之前那样叫停我。他支支吾吾不出声，一脸的纠结。怎么，你还真想要我死？妈，我们交的钱您就真一分不剩了。贾老太根本不回答问题。你耳朵聋了？管不好你自己家儿子吗？我说话对你也不管用了。妈，我问你，我们家交上来的那些钱真的是一分都不剩了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想问我要钱吗？你以为维持咱们这个家不用花钱的，你交多少我就要给你剩多少？我没说维持家不用花钱，甚至你给朝风朝飞的钱我都不计较，但是还有那么多钱，你总不可能全部都花光了吧？你真是不当家，不知柴米贵。你以为家里你赚了多少钱吗？这么多孩子的吃穿用还要上学，哪个不是花钱的？你以为这个家很好当？光是算你们的这些上就焦头烂额。现在既然说到这里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你们家的那些钱的确都被用掉了。我告诉你，别想着自己交了多少钱，要算算自己用了多少钱。老爹脸色有些不太好，现在他心里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，钱真的被全部用光了。是，老大家确实用的比其他人要多一些，但那不是他们家后人能干吗？你们家这几个孩子要是也有他们家那些本事，我一样可以偏心你们。但事实摆在这里，你们家这几个就是些农民的命，吃不上那公家饭。你看看，我刚才还说全力支持朝风搞对象，到时候你们家几个孩子说不定也能够吃上公家饭。但你看看你家这个混账儿子在说什么？他过不好，别人也别想好，这是人说的话。都让你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，放长远一点，偏偏要计较这些小事。我看真是一辈子当农民的命。他还说想考大学，考个屁！他这样子能考上就有鬼了。你们家的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老爹黑着脸低着头，他看着自己穿到坏都舍不得丢的草鞋，又看到老婆粗糙的手，以及自己孩子身上满是布丁的衣服，然后再看到了大哥一家没有补丁的衣服、白皙的皮肤和光洁的手，最后目光落在自己老娘那营养过剩的水桶腰和一张胖脸上。他没有像之前那样不出声，反倒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好像放下了什么。我们家几个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自己心里清楚，他们不是你嘴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他们现在还当农民，那是因为之前你和我爸都不让他们读书了，说是送家公益房出来就行了，是学习国家政策，集中力量办大事儿。当初我们家老三要他舅舅那边给了点钱读书，你们都还想把钱节留下来，现在他们真成农民了，你们又嫌弃了。一直以来，老爹都是贯彻着孝顺就是积累福报的说法，对于家里2个老人，那是百依百顺，从来不会顶嘴。今天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，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翻旧账是吧？宋守一，我说的是不准上学的事吗？我说的是你儿子揪着钱不放，还要去坏朝风的好事，你也学会犟嘴了。老二，你这是怪我们了，怪我们把你钱用了。老爹没有说话，爷爷见到他镇住了场面，顿时也来劲了。怎么的，说不出话了？老子问你是不是要和我们算账？既然你要算账，那我们从小把你养大的账怎么算？现在你跟我们说这些，你想干啥？你想把这宋家给毁了吗？我不是怪你们把钱用了，也不是要和你们算账，更没想要把宋家给毁掉。我只是怪我自己居然信了你们的话。我还以为你们真的是把钱留着，至少保留一部分给我们家几个孩子结婚用。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，你们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我们这房，我们只是你们挣工分赚钱的工具。宋守一，你说什么？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我爸说你们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，说话跟放屁一样。好了，老三。看到他出来制止我，贾老太顿时脸上一喜，对吗？自己还是能压住这儿子的，他是个孝顺的，不会脱离自己的掌控。钱用了就用了，我也知道几千肯定是要不回来了，真要问你们要，也是逼你们为难。这才对嘛，老二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，以后吃饭分菜，妈给你们多舀干的。接上集，贾老太还在喋喋不休数落着我们家，父亲宋守一却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后，好像放下了什么。一直以来，老爹都是贯彻着孝顺就是积累福报的说法，
对于家里2个老人，那是百依百顺。今天他做出了一个让宋家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。以前的那些钱用了就用了，我也知道几千肯定是要不回来了，真要问你们要，也是逼你们为难。贾老太却以为是刚才的话压制住了自己的儿子，他顿时一喜，他是个孝顺的，不会脱离自己的掌控。老二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，以后吃饭分菜，妈给你们多舀干的。不用了，以后我们不会和你们一起吃，以后家里的钱我们1分都不会上交，分了粮食，我们家的也不会拿过来吃大锅饭。你们自己过好自己的，我们家过我们的，大家各不相欠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决定了，必须和你们分家。老二、老三，跟我去厨房搬粮食，把我们家挣的都拿走。好嘞。这下宋家炸锅了。老头老太太开始撒泼打滚，破口大骂。老爹像是没看到一样，招呼着家里人开始搬东西。父母大哥欺人太甚，他决定今天以后为自己小家而活。什么福报不福报的，离开他们才是最大的福报。而见到他如何都不停手，老头老太太还有大房才感觉天要塌了。回到自己家，看着自家厨房里摆满了粮食，兄妹3人都高兴的笑了，就连老娘都一脸抑制不住的笑容，对着老爹一个劲的夸奖自己这男人终于算是站起来了。早就盼着这一天了，没有想到老爹觉醒了，分家分得好啊！第2天一早醒来，昨晚上有一段预知梦里，今天午饭后药铺的天麻会涨价，就打算拿些山货去集市上卖了。和小丫头吃过早饭，就背着装有山货的背篓上集市，大概走了2个小时，没有急着去药铺，带着小丫头在集市逛了起来。结果在路边，小丫头就捡到个报纸绘着的信封，我接过来打开一看，居然是几10张崭新的大团结。哇，三哥，好多钱，怎么这么多钱？周围好几个人发现了这里，朝着看了过来。小伙子，有多少钱？不是钱。结果3、5个人凑上来，七嘴八舌道：“我们看一下，怕是假的钱肉，我帮你看看是不是假的。”见者有份，大家分了。小伙子，你打开给我看一下嘛。吃独食要不得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分一下，分一下。滚开点！那些人都准备要动手了，结果被这一吼给吓退了。有你们屁事，赶你们的急！这地方山民不能好好讲话，比他们凶才撑得住场面。要是怂一下，他们肯定就会得寸进尺。几个人看着我年轻也不好欺负，只好骂骂咧咧走了。应该没几个钱，真的多肯定有人报官，到时候举报狗日的。我看他吃独食。就是。这下这些人离开后，把钱仔细数了数，60张，一共600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丫头，咱们先在这里等半个小时，要是半个小时后人还没来，这钱就拿去交公。就在等得有点想离开的时候，一个衣着得体，第一眼印象是什么干部的中年人，沿着街边一路东瞧瞧西看看的找了过来。小兄弟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我不抽，什么事你说就行了。你在这里歇息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有人在这里捡到个报纸包着的信封？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就是我掉的。这里面有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一共600，全部都10元1张的大团结。对了，还有几张票据。是省城供销合作总社的抬头。见到他说的正确，没犹豫，直接把信封交到了他手里。对方打开信封一看，果然里面所有的钱都还在。他这会儿激动的满脸通红。小兄弟，太感谢你了，你真是大好人。要不是你，我这次就真是损失大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没事儿，你一个人带这么多钱装在一个信封里，太不安全了，以后小心点吧。以后肯定不会这么大意了，兄弟，你别忙着走，今天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我必须感谢你。不用感谢了，这钱本来也不是我的。你是要去卖山货吗？你直接卖给我，我就是省城供销社下来收山货。对方从身上摸出了工作证和介绍信，陈江涛副科长，想不到还是个省城的小官。还有介绍信上面写着收各种皮货。我这里全部都是药材，可不是皮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都在收购列表里，到时候我写上去就行了。我给的肯定比你们这里收购价高，到时候我全部给你按特等品来收。走，我先带你去食品站，把你这背的货先收了，再给你弄点好吃的。到了食品站，因陈江涛这位带来的没按正常流程走，检查都没检测，快速的称了重量，全按照特等品的价格给算好，一共128块钱，比原来计算的90多块钱高了30出来。不一会儿，钱就直接到手里。到餐桌上，小丫头这会儿是甩开了腮帮子吃辙了。小兄弟，这次你可帮了我大忙，不嫌弃，叫我一声陈哥就行了。行。接着2个人就一边吃一边闲聊了起来。这一聊还聊得挺投机。老弟，你我投缘，哥哥，我这支笔送给你了。不行，这支笔一看就比较贵重，我不能收。
推脱不下，最终还是收下那支钢笔，从食品站里走出来。背篓里的天麻换成了128块钱，还装了几个饭盒、20斤猪肉、2个猪腰、1副猪肝、10斤猪板油，以及1支英雄牌钢笔。肉类是陈科长以私人的名义割，而后再带着小丫头去市场里逛了一圈，买了一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，就往家走。刚回到家，大队上就通知还有半个小时人民渠放水。三哥，咱们队又买水了。应该不是。刚从集市回到家，大队上就通知各家各户注意了，还有半个小时人民渠放水，各生产队检查好田坎有没有问题。三哥，咱们队又买水了。应该不是。听说要放水，前往田野里的人也多了起来。朝阳，你挺厉害啊！啥？自己怎么就厉害了？本来还以为对方要说昨天分家的事儿，结果对方却指着田野里。今天大队长和老支书都说了，咱们这村能够把水弄下来，有一半是你的功劳。没错没错，要不是你救了孔知青，他也不会答应帮咱们村把水给弄下来。原来孔知青腿都还没好，就带着武装部的人下来。武装部领导中午10点左右就把各村的民兵排长都喊到一起开会。开会直接当众就点名了杨家沟的杨树林，问他到底是民兵排长还是土匪，带头抢水还带头斗殴打人，那架势当场就给杨树林吓尿了，连忙给咱们大队的支书和大队长赔礼道歉。然后杨树林这小子午饭都没吃，骑着他的自行车就去人民渠给我们村买水了。对了，他们不只赔我们水，还赔了你和你大伯医药费呢。待会老支书应该就会过来给你。没想到居然还赔了医药费，看来这省上的武装部下来人确实给杨家沟的人吓住了。刚进屋把东西放下，老爹老娘也从外面回来，后面2个还带着老支书还有大队长。朝阳啊，今天这事要不是你托了孔云的关系，还真是不可能办到这么漂亮。这是杨家沟那边赔偿打伤你的钱，还有上面决定直接给你多算1个月的工分。说完，他们俩还有事安排就离开了。我帮助全村搞来了水，这回算是出名了。而趁着大家这会儿的兴奋劲儿，我又给今天买的东西拿了出来。你这孩子咋不知道节约点呀？那些天麻那是天天都能挖得到的。这猪肉买了这么多，还有这么多瘦肉，哎呀，你是被卖肉的坑了。买猪肉的该挑着猪肥膘买呀。不对，你肉票都没有，怎么在街上买的？不会你还去买了人家的肉票吧？买别人的肉票也是一种能够买肉的办法，不过这钱就花得更多。这个肉还有不少东西都是别人送的。几个人都露出一脸不相信的表情。小丫头大概是看出了众人的疑惑，于是将今天发生在街上的事原原本本的给所有人说了一遍。这一下给全家人都听愣住了。难道分了家，这家里运气就好了？你还真别说，今天才第1天，这好事儿就扎堆的来，没准你说的还真不错。接下来老娘规制了一下今天买回来的东西。对了，老三，一会切1斤肉去知青点送给孔云吧。毕竟这次人家也算是帮了大忙，于公于私怎么说都应该去看看他。行，不过我提议把肉做成菜送过去也行。于是便亲自动手做了3个菜1个汤，还有弄了1大饭盒的米饭，便朝女知青点住的地方而去。那边孔云这会儿正坐着朝另外水井旁看，而曹薇正在拿着工具在水井边对着一条大鱼发愁。嗨，宋朝阳，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你回来帮我们村解决用水的问题，我今天刚好去了一趟公社，买了些东西，所以做了点菜过来感谢你。你瞧，3菜1汤都在这里了，足够你和曹知青2个人吃了。呀，这么多，这都是你做的？菜和米饭都是我做的。那可太好了，我们刚想做晚饭呢，没想到你这就给我们送来了。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小薇，这下你不用杀鱼了，把鱼养在水桶里吧。今天先吃我带来的菜。我本来也不会做鱼，这是回来的时候别人送给我的。哈哈哈哈！你自己说的，看了书上的菜谱，做条鱼应该没问题。本来我都打算，你要是真做不出来，咱们晚上就直接吃肉罐头的。反正这次回来也带了不少的肉罐头过来。你们打算在什么地方吃？我给你们放好。屋里我们房间里有张桌子，我方便进去。这有啥不方便的？我里面又不是盘丝洞，进去就行了。哇，好香啊！这回锅肉炒得真好。小薇，你看看，这腰花真漂亮。宋朝阳，你挺厉害，光这卖相和香味就不一般。多谢夸奖，赶紧吃吧，先尝尝味道怎么样。好，这么多菜你也拿个碗一起吃啊？对啊对啊，一起吃吧。你们吃吧，这都是专门给你们做的，我家里还有呢。这肉真多，你不会买了肉都做给我们吃了吧？那怎么能？我又不傻。我可知道农村里想吃一回肉可不容易，你可别真把肉都做给我们吃。对对，农村里吃一回肉可不容易，你弄这么多肉菜，我们就吃一个菜就行了，其他的你端回去吧。还记得上次我救你的时候，那背篓里的天麻吗？你这是把上次弄到的那些天麻拿去卖了吧？
卖了不少钱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而且你还帮我要了15块钱医药费，不是吗？光是15块钱就够弄不少猪肉了。孔云和曹薇听到这里才相信宋朝阳不是打肿脸充胖子。嗨，那都是举手之劳，那我们可就真不客气要吃了哟。别客气，这些都是给你们做的，赶紧吃吧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，动筷子，动筷子。小云，你咋了？稍微好吃，你快尝尝，这味道好极了。有你这么夸张的？怎么样？好吃，赶上顶尖大厨水平了。宋朝阳，你这厨艺有点天赋异禀啊！以后我们这里买肉了，都请你来做吧，我这里肉票不少，到时候我每次多买一点，你帮忙做出来，我们大伙一起吃，甚至你做完后还能带一些回去，这个就叫我们出钱，你出力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你们下次什么时候要做吃的，就叫我一声就行了。行啊，你们慢慢吃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家里人还等着我吃饭呢，饭盒还有碗，我明天过来拿。对了，宋朝阳，你不是还要借我的书吗？你看看书桌上想要看哪本，你就拿去看吧。我看了一眼，顺手就拿了一本语文，有前世经验，现在复习就只需要针对性的看看。等我离开后，两女就谈论起来。你看宋朝阳能考上大学吗？我和他又不熟，怎么知道他能不能考上？倒是你，我可从来没见到你表现的那么热情。你腿都没好，医生让你休息半个月，你连医生的话都不听，就忙着跑了回来帮他办事。你不会是对他动心了吧？你可别乱说，我是报答人家救命之恩，要不是他给我从山上背下来，我这腿就麻烦了。再说了，我走的时候可是答应过人家要帮他解决村里用水的事儿的，总不可能真让人家等半个月吧？等半个月，这田里的稻子那都死光了。我们是这生产队的知青，能帮乡亲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，那也是我们应该的嘛。以前可没见你这么在乎田里的稻子。我可告诉你，不管咱们考不考得上，明年都是会回城里的。你可别没事招惹人家。就算他考上大学，凭你们家的情况，你们也不是一路的人。哎呀，啰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吃菜吧。另外一边，回到家里，家人就等着我回来开饭了。坐下后还没动筷子，就听到敲门声。糟了，是不是被隔壁闻到味儿了？怕啥？闻到就闻到了呗，正好让他们看看分了家，咱们过得有多好。算了，就当没听到，咱们吃咱们的，别去跟他们吵架。朝阳，是我啊，唐国庆，开门呀！唐伯钦是谁？是唐会计。朝阳，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啊！续接上集，唐会计提着一只老母鸡，背着一个背篓来到宋朝阳家。朝阳，是我啊，唐国庆，开门呀！唐会计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不过还是有周围邻居看到，一会左邻右舍就把这事儿给传开，都说我这次是帮了大队的大忙。村上的唐会计背了一背篓的东西，还抓了一只母鸡过来奖励我。这话给传到了隔壁贾老太他们耳朵里，结果就给他们气得够呛。昨天分家之后，今天他们这边就被迫去生产队出工挣工分，好久都没高强度的干过。今天他们一出工就累得要死，本来心情就够差的了，现在心情更是差到了极点。这臭小子，早不拿奖，晚不拿奖，非要在分家之后就拿奖，哼！越想越气，但又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到了第二天，答应孔云和曹薇他们要。我做的这鱼怎么样？好吃，简直是太好吃了。要是以后吃不到，我肯定会哭死的。老实讲，自从我从家里出来后，就没想到自己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。宋朝阳，你这厨艺，就算是和有名气的大厨比，那也丝毫不逊色。那还是你们这边的调料齐全，我才能做得出来这样水平的菜。换做农村里其他家庭，可舍不得这么用调料。对了，过几天我要去镇子上买猪骨头，到时候你帮忙给小鱼弄几个骨汤菜补一补，我让他左腿上的伤早点好。行啊，没问题。接下来，孔云他笑呵呵的让我端走剩下的那半锅鱼，还让我把他这里的调料也分一半。刚才他可听见了，说这里调料齐全，那么意思就是我家肯定不会有这些调料。他当即就决定分出一半给了我。小丫头，你看我带回来了什么？小丫头看到我带了大半锅的鱼，问清楚怎么回事后，高兴的差点蹦起来。到了中午生产队收工的时候，父亲回来就摆着个脸，直到看到饭桌上丰盛的午饭后，这才脸色稍缓。咋的？今天一个个都好像不高兴似的。别提了，今天你舅爷爷带了好几个人过来，当着生产队那么多人给你爸一顿骂，骂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他们骂的再难听，不过就是为了让我们重新回去给爷爷奶奶当牛做马。就算他们每天来骂，这件事也不可能如他们的意。看看这一桌菜，以前咱们和他们一起的时候吃过吗？确实，这桌菜要是放在以前，估计只有点汤汤水水进咱们肚子。能有一片肉剩下，都只能是他们挑的不够细心剩下的。那什么，就爷爷20几年，我还没见过他10次，现在跑过来冲什么长辈？以前咱们家日子过得差的时候，他啥话也不说，现在咱们日子刚过得好一点，他就来了。他是个什么傻？
今天要不是咱妈拦着我，我真想给她一耳光。那我爸就任由他骂。最开始还和他讲道理，不过后来发现讲道理讲不通，也就只能任由他骂了。毕竟怎么说也是亲戚，加上他年龄又大了，总归是不好还嘴的。不过还好，你爸心里清楚，任他上蹿下跳，也没答应他。听了三人的话后，想起了昨天晚上做的预知梦。如果猜得不错的话，接下来就该贾老太登场了。一早醒来，就听到隔壁老太太骂三婶懒的声音，那中气十足，都引起好几家人的狗跟着叫起来。结果到了中午，却传出贾老太因为分家被气出病来了。接上回还没等到贾老太登场，她的一群娘家人却先找上了门。而我们刚吃完饭，突然外面传来敲门声。谁呀？你舅啊？干啥呀？大白天的关着门，在家里搞什么？你赶紧出来！你这个不孝的，你老妈都被你气出毛病来了啊！老太太身体好得很，一大早就在中气十足的骂三婶，你又不是没听到。加上这位今天中午的表现，她这会儿到底是不是真的身体不好，你还猜不到吗？对，早上骂三婶中气十足的劲，我们都听到了，说生病就生病，我才不信。听到我们的话，父亲就明白过来了，什么被气的，不过就是新的把戏。二舅，我待会就过去，要是没别的事儿，你就先回去吧。宋守一，你个没良心的，那是你母亲啊！她现在都被你气得不好了，你还窝在屋里不出去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就是。我们这些亲戚都看不下去了。我妈身体不好有病的话，你就让她找医生去，大不了待会儿看病的钱我来出。宋守一，你个胡说八道！心病还需心药医，他是因为你被气到不好的，当然要让你去了。你少在这里推三阻四。我没有推三阻四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待会儿过去看他。不行，现在你就必须出来，要不然我可就砸门了。我数到3，要是你不出来，我就让你老表把你家门给砸烂，到时候你可别怪你舅舅不给你脸。3、2、1。父亲不为所动，外面明显有些气急败坏。行，这可是你小子自找的，大副给我砸。好嘞。我让你不开门，给我继续砸。哼，刚才不是说不开门吗？怎么现在又开门了？哪有你们这样的，喊不开就砸门？我们今天给你讲道理，你又不听，当然只能对你下重手了。你小子忘恩负义，你忘了自己是被谁养大的，居然还敢分家？不知道家里老人在就不能分家这种规矩吗？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，二舅你们凭什么来管？再说了，今天我已经把事情原原本本给你们讲清楚了，是我10几年上缴的钱全部都被我妈花了，我们家几个孩子结婚的钱的1分都没剩下。换作是你，你生不生气？要不要分家？我不分也不会生气，老娘用儿子钱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用没了你再去赚啊！你妈从小把你养到大，用你点钱怎么了？抠抠搜搜的，你有什么格局？养儿子，你儿子不如你大哥的能干，给家里做了点事儿就闹着要分家，你是吃不得一点亏是吧？那叫一点，好几千块，他说帮我存着，现在用了1分不剩。那还不是怪你自己没本事，你要有本事你就再赚，你不检讨检讨自己这些年干的活够不够多，反倒怪起你妈来了。现在你看看这宋家都成什么样子了，你妈你爸这么大年龄居然还要去下地挣工分。宋守一，你脸红不脸红？这是你当儿子能干的事。说完他就下了个定论。你真是太自私了。父亲这下算是看出来了，这老头子完全就不想跟他讲道理，今天中午说不通，这会儿也说不通，他就是过来找茬的。二舅，你是打算不讲理了？咋的？我还不够讲理？既然你认为我不讲理，那么我就不讲理吧。我也懒得跟你废话了，今天就把话说清楚。一句话，你要是不重新回你老宋家，你就别怪你二舅给你动家法收拾你。哈，家法？你姓贾，我们姓宋，你有什么家法？哟，你这小子嘴挺欠啊，良心就大，懂不懂？敢这么跟你长辈讲话的。宋守一，你平时就是这么教育你儿子的，你要是教训不了，我帮你教训他。你嘴巴最好干净点，不然后果有点严重。哟，咋的？还要跟表叔动手？来来来，你动我一个试试。小兔，你敢打我？
不开门给我砸！贾舅爷这伙人找上门，不开门就砸。刚才不是说不开门吗？哪有你们这样的，喊不开就砸门？父亲想跟他们讲道理也说不通，显然他们就是来找茬的。接上集，你嘴巴最好干净点，不然后果有点严重。哟，咋的？还要跟表叔动手？来来来，你动我一个试试，小兔。你敢打我？我的眼睛！你这臭小子，你居然敢撒你表叔辣椒面！都警告你们了，嘴还这么臭，当我闹着玩的？我的眼睛疼死我了！另一边，贾老太还在装病躺床上，她让自己娘家二哥一家过来闹，想着是能让她二房儿子送手艺就范。结果这时听到了这边的惨叫声，本来还有些高兴，以为是自己二哥出马收拾的老二这一家几个人哇哇叫，结果听着听着就感觉不像那么回事。不会出事吧？我去弄水过来。经常在外边和别人打架的二哥宋朝东见多识广，他拉住了老娘，放心，死不了，辣椒面只是辣一会儿就没事了。还有，别去用东西擦，要不然更痛。他们自己眼泪会把辣椒面冲出来。你这可是你舅爷爷和表叔哦，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有他们这好人？拿着东西砸我们家门，嘴巴还不干不净，我还以为是土匪呢。而且刚才大家也听到了，可是他让我动手的，我只是满足了他这个愿望，怎么现在又来怪我了？这话一说，本来在地上捂着脸的贾大富抬起头来，他眼眶通红，眼泪横流。他在自己村上和人打架斗殴，从来没吃过这些亏，今天被一个小辈这样对付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就算是这会儿自己眼睛看都看不见，他也要弄起来给自己争口气。你小子今天弄不你，我跟你姓！我刚才的锤子呢？我要锤你个小子！别打！刚才你不是嘴很硬吗？几下就求饶了。就算求饶，依然没有听说。贾大富的老娘和媳妇都看傻眼了，反应过来才跑去想要拦下来。父亲母亲也都看愣了，他们没想到我动手这么快。而父亲张了张嘴，但没喊出声，也没上去阻拦。至于二哥呢，手里已经抓了一根扁担。刚才要不是我快了一点，他都动手了。你要弄我？不弄了，不弄了。对，你表叔说的是气话，他哪敢弄谁呀？赶紧停手吧。行，停手没问题。我们家的门被你们打烂的是怎么说？还想要我们赔钱？不然呢？你已经把我打成这样了，还想要钱？你别太过分了。过分？门不是你砸的，你已经打过我了，这笔账怎么算？你是提前记性不好了吗？忘了自己说了什么话挨打了？你叫我小子要弄死，这些都怎么算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有本事你弄死我！你嘴是真硬。那行，我也不要你赔了，你这口门牙我要了。啊！臭小子，你敢！就在这时候，只见贾老太为首的一行人从隔壁风风火火的走了过来。你赶紧给我放开，要不然今天我跟你没完！不是说你病倒了吗？这会儿怎么又正常了？你先别说其他的，先把东西给我放下。老三，行了，你把你表叔放开。行了，老三听你奶的，放了吧。宋守一，你就是这么对你二舅和你老表的？你看看人都被你儿子打成什么样子了。吴小妹，你看看你二哥还有你侄儿，他们可都是为了你才被打成这样的，你可得给他们做主呀。对呀，小姑，你看看我。说着，他一个大男人居然就哭了出来。他是真没被这么揍，这小子下手真是太狠了。哈，啥也没说，就呵一声，顿时就把他们吓了个激灵，甚至赶忙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躲得远远的，生怕我又抱起动手。贾老太这会儿也纳闷，自己这二哥和侄儿在他们村上都是横着走的，怎么到了这里突然就这样了？行了，老大，你先带着你二舅和老表去处理下。哎，好嘞。慢着，你又要干嘛？他们一来就砸我们家门，我们看门上砸了一个坑，这笔账没算清楚，谁都走不了。爸，你看他。老二，你管管，你老表还流着血呢。父亲也头疼，这小子现在真是个一点不吃亏的，关键是自己说话指不定也不好使，最终他只得把求助的目光投向自己老婆徐翠萍。行了，门没坏就算了。妈，这可不行，这次砸了咱们家的门就这么放了，下次怕是要来烧我们家房子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今天这事儿不能听你们的，一句话，不给钱不准走，要不然我就直接去大队上找老支书和队长过来。你说我们欺负你，你给我们都打成什么样子了？那还不是你们自己找的？你们要是不给赔偿，待会儿村干部过来把你们抓到大队办公室去，你们保证遭得更凶。给你，
再多没有了，我身上就这么多，你们家的门就打了个坑，你还想要我好几块不成？一把接过他递来的钱，然后挥挥手，赶苍蝇似的让他们赶紧离开。见他们要走，父亲来了这么一句：“妈，你不是生病了吗？要不要我给你请个医生过来看看？”跑上门找麻烦的贾家父子，没想到我下手又坏了，反倒被打了个满脸桃花开。直到贾老太到来和赔了打坏门的钱才肯离开。丫头，给你当零钱了。谢谢三哥。今天这事老三干得漂亮，奶奶家这几个兄弟那是出了名的胡搅蛮缠，这次要不是老三出手果断，指不定还会闹出什么幺蛾子。这不，贾家父子在我们家没讨着好，还吃了那么大的亏，这下就得贾老太头疼了。幺妹，我们两个为了帮你才挨了这个打，医药费你打算怎么给？我反正告诉你，你不给钱的话，我几个人就在你们家里不走了。就是小姑，你瞧瞧我都被打成什么样子了，这怕是得回去休养个几个月才能好的了，干不了活也出不了门，这账得算到你头上。你们还想讹我？什么叫讹？你说的这么难听，难道我们说的不是事实吗？我们是不是你叫过来的？我们这打是不是为了你挨的？我没钱也没粮食，再说了，你们事情也没给我解决呀。你们要找也去找我家老二，干嘛找到我头上来？听到这话，贾大富差点翻白眼。自己还去找，那不是找死吗？刚差点就给自己满口牙砸掉，自己有病才过去。大家都懂一个道理，柿子要挑软的捏。相比起那个下手又黑又狠的人，贾老太才更像是他们眼里的软柿子。反正你要是不给这些东西也行，那我们就在你这里蹭吃蹭喝，你家吃什么我们去吃什么。什么时候我们吃够本了，觉得想走了再说。你们贾老太气的还没办法，动粗也不是，不动粗也不是，开始后悔把这帮人给找来了。另外一边，家人也各忙各的去了，而我还要去知青点孔云那里还装鱼的锅。一刚到知青点，就见到了宋丽，而他看到我到来就阴阳怪气。呵，二哥被甩了，老三又来了，真是看不清自己是什么东西。就你们那样，还想和人家城里姑娘好？前些日子说自己要考大学，现在看不到希望了，想在人家女知青身上做做文章，真是白日做梦的。说人家的时候，要不先撒泡尿照照自己。有些人明明有对象，在人家家里白吃白喝几个月，现在为了当城里人，就又勾搭上其他人了。你说什么？宋丽像是被踩中了尾巴的猫，一下就跳了起来，不过马上就被身旁一男的给拉住。我们这是自由恋爱，和你说的那种相亲不一样。相亲是世俗绑架人类自由意志的封建习俗，应该遭到进步青年的唾弃。你的思想落后，不明白我们所做的是多么先进伟大的，我也不怪你。对，不愧是城里的文化人，把挖墙脚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、理直气壮，你是第一个。你简直不可理喻。我和小伟是自由恋爱，宋朝阳，你懂个屁！你就是一土鳖。是，我是土鳖，你们俩高尚呀，你们俩一定锁死。我祝你们天长地久，永不分离，千万别分开去霍霍其他人。我们肯定永不分离，不用你说，对吧，小伟？青年没有正面回答。你理这种人干嘛？和他多说一句，我都觉得是浪费我们的生命。也是，有这时间，还不如咱们多聊聊天。看着宋丽一脸上头的样子，心里有些好笑，以后可有她哭的。就在这时候，曹薇从里面探出头来。我就说听见有你的声音，孔云刚才捡到2只小狗，他打算养起来，可是不知道该咋养呢。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好请教你呢。这个小狗大概有1个多月大了，你要养的话，直接给它们喂点剩菜剩饭就行了，它们适应能力很强的。能行吗？他们还这么点小啊？我们村里的狗都是这么养的，甚至你再喂大一点，把它们放山林里，它们都能跟着其他狗一起找吃的，完全不用你操心。我可没打算把它们放山里，留在我这里看家多好呀，还这么可爱。长大了就不可爱了，一大群连野猪都怕它们。孔云给了一个白眼。朝阳，你说给他们取个什么名字好啊？要不就叫小红小黑吧。好名字，那以后就叫他们小红和小黑了。这反应让曹薇都有些无语了。孔云这丫头肯定是对宋朝阳有意思，要不然她不会是这个反应。就准备回去的时候，看到一旁的书桌上居然还有好几本的英文刊物，还有一摞翻译出来的中文稿件。记得前世的时候是83年才把英语列为高考科目的，怎么这会儿他们就在做翻译练习了？是自己记错了，还是世界发生了变化？明年高考要考英文吗？哦，那个是小薇接的翻译活，她复习后没事儿做，就翻一下刊物。咱们这知青点就她一个人有这精力了，其他人复习都来不及呢。翻译？这翻译怎么算钱的？还有，这活在啥地方可以接？就公社邮电局里，至于价钱是从每签字7毛到每签字3元不等，你想接？
朝阳，这翻译可不容易，没几个人能做下来的，你还是好好复习吧。我想试试，就在公社邮电局接活是吧？对，去了邮电局，你说找翻译的活就行了。宋朝阳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直接从我这里拿一本过去翻译，如果你的真的能翻译出来，并且不出错的话，我用我的名义给你接活就行了，也省得你跑邮电局了。对啊，朝阳、曹薇这里这么多，反正一时半会儿也翻译不完，你就从他这儿接活，试试也不错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而只过了一个下午，快天黑的时候，他们俩再次见我找来。你不会真这么快就翻译出来吧？没有翻译完。呼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我只翻译了一个版面，不过也有1万多字了，所以拿过来找你看看。什么？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从曹伟手上接了一个翻译的活，一个下午就翻译了1万多字，竟把两女知青都给震撼到了。你居然翻译的这么快，还有这准确率比我都强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孔云在边上震撼过后，还有些惊喜。他还想着，就算我考不上大学，凭这翻译功夫，只要帮走动走动，让我一样能走出这个小山村。甚至想着脸还红了起来。宋朝阳，那这是翻译的11块，不是要送省上检查后他们才发下来吗？你这会儿给我钱干什么？你现在在我这里接的活，当然应该我给你结算，到时候我交上去，他们一样会给我钱，只是时间早晚罢了，不用纠结这个。那我现在可以试试翻译这个说明书吗？11块多可不是我的目标，我的目标是用几天时间把一整本的说明书给翻译出来，然后弄个500-600到手，接着就开始买宅基地，修一座新房子出来。可以，这上面的东西，如果你翻译不出来专业名词，可以去找下大队牛棚那边的全教授，他以前是在国外留过学的，应该懂不少的专业知识。我拿了你的这个说明书，明天我去公社的时候会给你带一本相同类型的回来。嗨，不用在意这个，本来说明书我也没打算翻译，这个太耗费时间了，我还不如多翻译一些简单的。你明天要去公社？我还有一些天麻没卖。那你帮我带些东西回来吧，正好也可以骑我的自行车，这样也快得多。我一听还有自行车，也没问孔云要带什么，直接就答应了下来，推着自行车回到家里，然后去厨房准备开始做晚饭。三哥，真香！小丫头不知道啥时候冒出来，流着口水看着锅盖，看着那一副馋嘴的模样，摇了摇头，当即找了个借口，让小丫头先吃上一点，解解馋。哎呀，还没试试盐味呢，我给你弄一块尝尝。我就吃一小块土豆就行了。都试试吧，看看味道进的怎么样。三哥，你也尝尝吧。没事儿，你尝尝就行了，看看你三哥手艺怎么样，有没有中午的鱼好吃。好吃，三哥的厨艺真是没得说，这味道真是太绝了。等哥明天去公社，到时候回来再给你做一顿红烧肉，那个才好吃呢。我不吃。咋了？家里还剩不少肉呢，我又不从外边买。妈说了，咱们得节约着吃，可不能大手大脚的。再说了，山里的天麻早晚都会被我们挖完。三哥，你还要买地修房子，然后还要考大学，我也得上初中。二哥和你还没结婚，事情还很多，花钱的地方可不少。放心吧，钱的事你不用操心。你三哥现在又找到个翻译的活，1个月下来也不会少赚。就是下午你在忙活的事。有了这份收入，我不敢保证说顿顿吃肉，但保证咱们至少也能隔3差5的吃上肉。这么厉害？那当然了，你三哥我能不厉害吗？老三，二哥咋了？爸让我回来说，晚上加个菜，多煮一些饭，给你介绍对象的德林叔要来吃饭。他老婆那公社放广播的外侄女答应要和你相亲了。哟，做的什么？真香！一进屋，老爹就招呼李德林上座。看到桌子上堪称丰盛的大餐，立马就感觉到宋家对他的重视，顿感自己脸上有光，脸上笑容更深，一个劲地说这次他老婆那外侄女有多好，感觉少说一句都对不起这一桌的饭。到了第2天一大早醒来，母亲更早的起来，并做好了早饭。她已经知道我今天要去公社。老三，今天你去公社，也去见见你德林叔介绍那个姑娘，人家平时上班忙，没什么时间。今天正好是周末，你过去见一面。咋的？中间人都不要了，我直接去见？哎呀，这不一样，人家是吃公家饭的，我们规矩太多，怕把人家吓跑了。而且你爸和你德林叔昨晚喝成那样，知道今天肯定起不来，所以他们喝醉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商量好了，让你今天直接去公社找那姑娘见面。听到这话后，稍稍犹豫了一下，便点头答应了下来。既然没有其他人参与，那么自己到时候随便见一面，表明自己的态度，然后各回个家，各找个妈。
这次出门没有带上小丫头，预知梦里知道最近路上可能不太平，让她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。大概也就用了20多分钟，平安到了公社街上，第一时间就奔供销社，直接就找上次那个唐兵，因为早就有上次陈江涛的叮嘱，也不敢怠慢。很快背篓里的天麻称了重，这次的天麻相对来说少了一半，一共57块到手。接着把自行车托管在供销社唐兵这里，就朝邮电局而去。朝阳，你是来找我的？不是，我过来寄一封信，顺便想打听打听咱们这里是不是有翻译的活。热情先打招呼的是魏红兵，宋丽的相亲对象，曾到我家借住过，和我关系还不错的老实小伙。翻译，冯姐，咱这里要翻译。没有啊，哦，你怕是说的上头找翻译英文文稿的那事儿吧？对，就是那个。有的，小伙子，你要接翻译的活。那你让红兵给你办就行了。这冯姐倒是个会来事的，看到我和魏红兵熟悉，就直接交给魏红兵来办这事儿。简单过了一下流程，最终我要了一本单价2元的科学期刊。魏红兵还以为宋朝阳是给村里知青点的知青带的，所以也没多问。这里忙完就打算去见一面那放广播的姑娘了。到了广播站外边，你好。我知道你，我待会儿还有事情比较忙，那咱们闲话少说吧。我知道你今天是来相亲的，不过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我没有看上你，你就不用在我身上费心思了。想要和我搞对象的人多了，你这条件都排不上号。这话可能比较直接，不过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你也清楚自己的条件是什么样，知道我们的差距。我这么说，相信你一个大男人也不会和我生气。至于介绍人那边，到时候你自己想个合适的理由解释一下，不要给我制造不必要的麻烦。说完这些后，他冲着我露出一个自认为完美的笑容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无语了，想过很多场景，但是没想到还能这样。这姑娘还真是有些自以为是啊。果然是个农民，连搭话的勇气都没有。还有事儿，我想提醒你一下，你的雪花膏没抹匀，脸和脖子不是一个颜色。还有穿这种连衣裙，最好把刮一下。刚才你指马路的时候很辣眼睛。另外穿皮鞋得穿袜子，你这样穿搭挺难看的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善意的提醒，平时注意一下这些细节，祝你找个如意郎。说完这些后，直接转身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广播站，只剩下一姑娘面容僵硬的愣在原地，好半天后才缓过神来。呵呵，有点意思了。接上集。说完这些后，他冲着我露出一个自认为完美的笑容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果然是个农民，连搭话的勇气都没有。还有事儿，我想提醒你一下，你的雪花膏没抹匀，脸和脖子不是一个颜色。还有穿这种连衣裙，最好把刮一下。刚才你指马路的时候很辣眼睛。另外穿皮鞋得穿袜子，你这样穿搭挺难看的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善意的提醒，平时注意一下这些细节，祝你找个如意郎。虽然对方说的话不好听，但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适当的反击后，逃也是能开。重新回到了供销社，找到唐兵取了车，便按照计划开始了自己的采购，而后就离开了公社，把自行车和帮带的东西一并交给孔云，就回了家。才到家就开始起风，慢慢风越来越大，到中午天边也乌云翻滚，还伴随闪电，看样子应该会下一场大雨。这时候一阵噼里啪啦竹子被风吹断后，爆裂的声音传来，接着隔壁贾老太太的骂声就起来了。这啥破风，吹断竹子往我家房顶砸，为啥不砸别人的？特别是二房家，二房不孝，为啥不砸他们家，反倒是砸我这个会管家的？宋家祖宗不开眼呀！听到这，只觉得有些可笑。这老太太一天天幺蛾子还挺多的。摇摇头，不再管那边的骂声，当即走进厨房，开始做今天的午饭。昨天给小丫头说要做红烧肉的，虽然小丫头嘴上说着不吃，不过哪有做出来不吃的道理。刚把饭菜端上桌，就听到隔壁传来一阵阵吵闹声。父亲听到声音后，立马站了起来。其中一个声音他可太熟悉了，那是他兄弟宋守宝。老三，你三叔啥时候回来的？不知道。父亲欲言又止，这会儿吵架的对象应该是赖着不走的贾舅爷父子跟三叔，毕竟是自己兄弟和表亲吵架，老爹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们吵他们的，别管就行了。三叔那性格你也知道，肯定是不会吃亏的。没错，老三说的对，三叔是啥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10里8村有名的二流子。平日里啥事儿都干，吃亏是不可能吃亏的，只能说两边都不是啥好人，随便他们闹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是害怕你三叔乱来，万一动起刀子把人给了，事情可就大了。他要动刀你也没办法呀，我们已经分家出来了，你还想去帮着打一架不成？行了，别管了，赶紧吃饭吧，那边人有劝着，肯定闹不起来的。父亲只好点了点头，这会儿掺和进去好像也没什么大作用，于是只好听着隔壁争吵的声音，招呼着所有人吃饭。而这时噼里啪啦，狂风夹杂着雨点轰然而下，这雨大的有点吓人，一下就下了1天。
到了第二天，二哥，咱们赶紧去房后面的竹林里看看，检查检查有没有积水或者山上冲下来的动物。确实是该去看看，下雨下那么大，山上不知道会冲下来什么。往后山走了没多远，就听到一阵衰弱的哼哼声。野猪！二哥瞪大了眼睛，有些不敢相信，走了过去，那头母野猪还挣扎了几下，腿断了，还是怀孕的母野猪。老三，咱们发了，哈哈，好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咱们2个人弄不回去，我马上回去给爸妈叫过来。这只野猪断了腿，又淋了一晚上的雨，虽然一个劲的哼哼，显然已经没有力气了。过了一会，二哥带着父亲母亲来了，4个人一番折腾，费了不小的力气，才把这只大野猪从后山竹林里抬了下来。不过现在麻烦的事情来了，他们家没猪圈，要不我去和爸商量一下。我们捡到一头猪，已经让人嫉妒了。这要是再去借猪圈，老头子绝对能提出分半头猪去。到时候小猪仔下来了，他们指定还要分一半，就连分一半也是保守估计。那咋办？总不能直接让这头猪放在院子里吧？虽然它腿断了，一时半会儿跑不了，但是恢复过来就不一样了。爷爷那边猪圈里现在已经没空位置了，把这头猪塞进去，也只能和其他猪在一块。不说爷爷会不会答应，这怀崽的母野猪是出了名的凶，它恢复过来肯定会把其他的猪给咬伤咬死的。到时候找我们赔猪，我们怕是把这头猪赔进去，还得倒贴。老二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咋办？总不能单独弄个猪圈吧？为什么不行？啥？还要做个猪圈？那可是个大工程，相当于重新修一间土坯房了。不用做成土坯房，咱们就用粗木桩做个临时的出来，先关着再说，加固一下，少喂点吃的，它没力气就跑不出来了。那不得饿掉肉啊？就是掉1斤肉都是掉钱。关在这里是暂时的，要不了多久我就会修新的猪圈。那说到底还是要花钱修猪圈。我这里可是每天都在做翻译，到时候不只会修新猪圈，就连房子我都要重新找个地修新的。你还要修新房子？家里其他人听到我的话都有些吃惊。你们也看到我现在能翻译文稿赚钱，加上之前卖天麻的钱，这会儿我手里已经有不少钱了。可是你不是还要脱产考大学吗？没错，我看要不然直接就把这只猪给卖了，大不了咱们少赚一些钱。考大学的事情我自己心里有数，总之修新房的钱我来解决就行了，你们不用操心钱的事。这头野猪咱们也没必要亏钱处理，我相信留着它一定可以给咱们家创造更多的利益。听着我说的坚定，家里其他人也只好相信他。接下来按照他的计划，众人开始布置临时猪圈。刚弄完收工，门被敲响了。老二，开门呀，赶紧出来。不是，你这院子里猪是哪里来的？是不是野猪？是野猪，我可告诉你，咱们兄弟可是见者有份啊。是家猪？家猪？胡说八道，家猪哪有那么长的獠牙？不管是家猪和野猪，都跟你没关系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一笔写不出2个宋字。这如果是你们捡到的野猪，当然是见者有份了。还有你爷爷在你小时候就说过了，捡到的东西按照宋家的规矩就是见者有份，这是老宋家的传统和规矩，可不能乱。呵，什么狗屁传统，不过又是占便宜不够的说辞，占了一回想2回，还说上规矩了。这什么规矩？你搞清楚，我们已经分家了，我们家的所有收获都跟你没关系。说完挥挥手，像是驱赶苍蝇似的。没事就一杯凉快去，蜘蛛跟你没关系，说破天也没用。你大伯气急，这便宜占不到，他得难受死。这么大一头野猪啊，就是分他1/4也值不少钱了。不论如何，他都想占这个便宜。张了张嘴，正想要继续说点什么的时候，再多说我就撒辣椒面了。别乱来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三叔可回来了，你要敢动我，他肯定教训你。见到自己的理论不顶用，便直接给自家老三那个二流子搬了出来。这二流子谁遇到都头疼，他就不信我不怕。到时候要到肉，大不了分他一点肉好了。总之，这便宜自己要占。呵呵，我捡到的猪，别说叫他来了，谁来我都不买账。你嘴硬吧。到时候你三叔来了，你就知道厉害了。老二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一家之主，这野猪得分，你分走了那么多粮食，我们几家里日子不好过，你不能没有良心。大哥，谁家日子都不好过，我们都分家了，你闹这些就没意思了。你是铁了心，真不分猪是吧？不分，自己家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那我可去找老三了。大伯做事要走，你爱找谁找谁去。宋守义，你小子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马上就要老三过来收拾你。父亲撇了撇嘴，懒得搭理他。大伯刚走没多久，就再次过来。刚才他找过去没找到人，现在只好威胁，待会儿贾老太起来，他再叫老娘和二就假心望过来要。你叫谁都没用，敢乱来我就去找老支书和大队长。你去叫啊，我怕你不成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叫来人了，你可别躲着不敢见。不敢，我是你养的。行了爸，待会儿我去找村上领导报备一下，
免得人惦记。你真要去找村干部？不去不行啊，我正好要去问买宅基地的事儿，正好要找他们。野猪这事儿也只是顺便说说。你还要买宅基地？咱们新房子可不能在这里修。你瞧瞧，周围都是些什么人？大伯当然也听到了这父子俩的对话，他冷哼一声，露出几分不屑。就凭你这头猪就想买宅基地？你以为这头猪能卖多少钱？而且就算你买到了宅基地，你有钱修房子吗你？我看你是吃蛤蟆打哈欠，口气大。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是拿着钱去买宅基地，还是拿着钱去干别的，反正跟你没半毛钱关系。呵，说到底，你1分钱都拿不到，不用你咸吃萝卜淡操心。你道德绑架不行，耍横又耍不过他，就连自己本想找的老三宋守宝这块也没影子。至于刚才叫老娘他们过来，那估计也讨不了好，挨过打的贾家父子那就更是不敢来碰了。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好像真是没办法了，曾经被自己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的二房，突然像是刀枪不入了似的。他这会儿也只能怪老祖宗不开眼呀，咋不让自己捡到这么头大野猪？想到这里，他一跺脚便回家，打算换一身行头，去后边的山上瞧瞧。他就不信了，宋朝杨家都能捡到野猪，自己还不能捡到个别的什么？大伯离开后，家人也各忙各的去了，我则是去大队上的会议室找唐会计买宅基地的事情，还有也告了大伯一状，免得以后像个狗皮膏药似的贴上来。回到家，拿了一张凳子，坐在屋下开始翻译了起来。下了雨，外面也凉快些。翻译了1个多小时，准备起身活动活动的时候，又听到隔壁贾老太骂了起来。这次骂的对象是三叔宋守宝，原因是他偷了家里厨房里剩下的粮食，一点都没剩下的那种。这三叔倒是下手又快又狠，就是这下要害苦三婶和他2个女儿了。摇了摇头，这时听到一阵脚步声，很难得看到这4个人会同时出现。看什么看？看也没用，想吃吗？想吃自己捡。不过竹林那边你就别去了，那是我们的地盘，你要捡得去更远的山上。得意什么？不就是捡的是野猪吗？过几天我就去街上买几斤猪肥膘回来，到时候狠狠的吃一顿。小伟说得好，到时候让丽丽和你一起去。接着4个人提着满满4筐菌子回了家，放下后又马不停蹄的去了后山竹林。他们今天不把这野生菌了给捡光，等到明天许多菌子就长过头了。另一边，我弄了些猪草给野猪吃，忙完后正准备去吃清点，却发现孔云和曹薇过来了。孔云腿脚不方便，拄着拐，走一步瘸一下，看起来有些好笑，又有些心酸。咦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正打算一会过去给你们做午饭呢。昨晚上下大雨，我们做饭的地方柴火全部被打湿了。刚才检查的时候才发现生火都生不起来，所以说就直接带着东西过来找你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中午我们打算就在你这里蹭一顿饭，不知道行不行？行，没问题，请到屋里坐吧。呀，朝阳，你家的猪养在院子里呀？这不是养的，是今天早上在后山竹林里捡到的。昨晚上下大雨，他在山上应该是失足滚下来，被卡在了竹林中，摔断了腿。今天早上我们去后山查看情况，然后就捡到了。因为家里没有猪圈，所以就把它临时关在了这里。天哪，后山还能捡到野猪，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他连你都能捡到了，一头野猪算什么？你拿我跟猪比，猪比你重，还不会踩到捕兽夹。去你的！就在2个人打得闹闹的时候，大伯他们4人再次从后山下来，路过这里。孔云、曹薇，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孔云半句话都没有答。曹薇看了一眼，淡淡的说道：“我们过来找宋朝阳，打算在他家里吃午饭。你来我们这里吃吧。今天我们捡了许多野生菌子，你瞅瞅五颜六色的多漂亮。到时候吃完，你们还能拿一些走，不管是炒菜还是炖汤，都是美味。”不用了，我们不喜欢菌子，这是我们捡的，你想吃我还不给呢。蒋小伟，你啥意思？拿我们捡的菌子送人情是吧？不是，这不是大家都是知青点的邻居吗？丽丽，大度点，人家小伟是一片好心，你闹什么闹？咋？那我不管，反正他跟别的女人说话，我心里不舒服。蒋小伟，你以后不要跟我们说话，咱们也没那么熟悉，我不想你女朋友误会。看到了吧，热脸贴在冷屁股上。你，哼，朝阳，咱们一起去做饭吧。有什么要帮忙的，尽管吩咐，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忙活。行啊，那你们帮忙削土豆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我削土豆最拿手了。看着他们，蒋小伟拳头都捏紧了。走吧，咱们有回去做吃的。今天中午这么多菌子，可以好好的吃一顿了。大伯他们回到家，一家人做好了蘑菇宴，各种乱七八糟的蘑菇做了7、8道菜。因为老三偷了家里的粮食，叫也没叫他家老婆孩子。本来他们也不想叫贾兴旺两父子的，不过这2人脸皮厚，愣是要凑上来吃。至于贾老太被偷了粮食，说是没喂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感觉今天的蘑菇真他特么的鲜。这大概是自己劳动的果实，果然吃起来就是格外的香。好吃。就是味道真好。
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大伯看到筷子居然在对自己说话，他直接愣住了。不对吧？筷子怎么能说话呢？